在乌克兰战场上，一些此前并不广为人知的武器装备因出色表现而成为明星，例如标枪 Javelin 和 NLAW 反坦克导弹，凭借精准打击坦克的能力受到广泛关注。海马斯 HIMARS 多管火箭炮因其远程精准打击能力赢得赞誉，而国家先进防空系统 NASAMS 则凭借高效的拦截能力，成为乌克兰防空作战中的重要支柱。尤其是 NASAMS， 其拦截率初期竟高达100%，这在复杂战场环境中尤为罕见。NASAMS 由挪威康斯伯格防务公司和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研发，是北约国家中部署最广泛的中短程防空系统。它采用模块化设计，能够整合 MPQ-64哨兵雷达、Link 16数据链路以及多种中短程导弹，包括美制 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MROD、增程型 AIM-120ER、AIM-9X 响尾蛇短程导弹，以及德国的 IRIS-T 防空导弹。更重要的是，这套系统支持多种导弹协同作战，防空射程覆盖40至50公里，具备极高的灵活性和扩展性。这种导弹共享模式启发了台湾军方。台湾当前的爱国者和天宫系列导弹主要负责中远程防空及反导任务，而面对更近距离的小型目标，如无人机和巡航导弹，需要一种能够大批量部署且成本更低的防空解决方案。NASAMS 灵活整合空导弹的做法，对于台湾的中近程防空体系优化具有借鉴意义。台湾军方正在探索是否可以将空军的空导弹改装为地面发射使用，例如现有的歼2系列导弹已经从空射型发展到反辐射型、陆射型以及箭射型，还研发出了垂直发射版本，成为台湾第一款可供多兵种全面使用的防空导弹系统。若未来能改进歼2或歼1导弹，使其具备地面发射能力，将为台湾在战时提供更高的操作灵活性。例如，在机场遭受攻击导致战机无法起飞的情况下，这些导弹可迅速转换为地面发射模式，继续执行防空任务。歼2系列导弹的多样化发展方向与 NASAMS 的设计理念有一定相似之处，两者都强调通过模块化设计和弹种灵活整合，提升在不同战场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对于台湾而言，这样的系统不仅可以增强中近程防空能力，还能有效应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等低成本、高数量的威胁，为未来防空体系建设提供重要方向。台湾虽然已经装备了陆射型的天剑2导弹系统，但目前一辆发射车仅能搭载4枚导弹，面对大规模来袭目标时显得力不从心。借鉴西方中程防空导弹系统的设计思路，台湾或许可以采用更为灵活的小型拖车方案，使各种车辆均可拖行发射车，提升战场机动性。像 NASAMS、IRIS-T、阿斯派德等系统都采用了这样的设计。一辆发射车通常可装载6枚导弹，甚至能够支持垂直发射，大幅提升发射效率。天剑2系列的前身是天剑2型空导弹，于1999年开始服役，是台湾空军经国号战机的主要中程空战武器。它是台湾第一款采用主动雷达导引技术的中程空导弹，使台湾成为继美国、苏联和法国之后第4个具备该技术的国家。早在1983年，经国号战机的研发计划启动时，以天剑计划便同步展开，以开发配套的空对空导弹系统。天剑2型参考了美国 AIM-7麻雀导弹的设计，但没有沿用麻雀导弹的半主动雷达导引模式，而是采用主动雷达导引，以降低中程导弹对轻型战斗机空气动力学性能的影响。经国号战机采用了半白式挂架设计，将2枚导弹纵列挂载于机腹，但在改进型经国号战机上，也可在机翼内侧挂架上增加2枚导弹，最多携带4枚天剑2型中程空导弹，并可发射反辐射型的改进型号。天剑2型导弹全长3.6米，直径19厘米，重184公斤，搭载22公斤高爆预制破片弹头，使用固态燃料火箭发动机，最大速度可达4马赫，其空射版本有效射程为60公里，采用惯性导引中段导航和主动雷达导引末段制导。在1994年汉光11号演习中，天剑2型首次公开亮相，由经国号战机成功试射并命中目标。研发初期，天剑2型关键的惯性导航系统依赖美国提供的光纤陀螺仪，但由于美国对台湾武器关键部件的出口限制，台湾在2007年
通过第三方渠道引入了乌克兰生产的精密光纤陀螺仪。近年来，中山科学研究院成功突破相关技术。目前，台湾导弹系统所需的光纤陀螺仪已全部实现自产化。尽管天剑2型最初的60公里射程在当时已属先进，但随着技术进步，改进型的射程提升至100公里。而中山科学研究院近期也传出正在研发天剑3型空导弹，采用冲压发动机设计，射程有望突破150公里。这标志着台湾导弹技术的持续升级，进一步增强了防空与空战能力。在成功研发天剑2型空导弹后，中山科学研究院还向台湾陆军和海军推销了可由地面或舰船发射的海剑2防空导弹。然而，由于天剑2与陆射型麻雀导弹在功能上的相似，陆军对其兴趣较低。相反，由于缺乏先进的近程防空导弹，台湾海军对海剑2表现出了更高的兴趣。台湾在购买法国的康定级巡防舰时，由于防空导弹的价格过高，并未一并采购配套的防空导弹系统。舰上唯一的临时防空武器是安装在舰首臂炮位的人工操作型海解数防空导弹。这种导弹使用的是 AIM-9响尾蛇导弹，射程不到10公里，仅能应对低空来袭的目标，而且操作方式过时，性能也落后于其他的舰载防空系统。尽管这种系统早在1998年就开始退役，但由于缺乏合适的替代方案，台湾海军勉强使用了超过20年。不过，海剑2的研发过程却充满了挑战，比中山科学研究院最初的预期要复杂得多，研发周期长达10多年。首先，海剑2实现了倾斜发射方式，并于2014年进行了舰上测试，垂直发射版本则在2021年才成功上舰测试。这一系列技术难关不仅涉及到防湿、防腐等关键零部件的采购问题，还需要开发配套的射控雷达。此外，垂直发射的技术难度更高，发射器需要解决耐热、排烟以及清除未发射弹药的问题。为了适应垂直发射，导弹的弹翼需要折叠，同时还需配备新的燃气垛。舰载防空导弹的工作环境非常特殊，因为它们在海上作业，常常暴露在强烈的海水腐蚀环境中。尽管导弹封闭在发射箱内，仍然难以避免受到湿气或海水的渗透，因此许多零部件必须特别设计以应对海上环境。部分关键零组件甚至需要从新的供应商处采购，包括海外厂商。由于海剑2导弹需要安装在像塔江级这种700吨级的小型舰艇上，其配套的射控雷达不能过于庞大和沉重，但又必须确保尽可能强的侦测距离和射控性能，因此技术难度极高。塔江级舰艇上的海剑2配备了 X 波段的相控阵雷达，专门为这一小型舰艇的要求量身定制，极大提升了防空作战能力。海风眼雷达是 MP90 雷达的放大和改进版本，其性能有所提升。MP90 雷达能够侦测到战斗机等大小目标的距离为60公里，水平扫描范围为120度，垂直扫描范围为90度，通过机械旋转实现360度全方位目标搜索，更新速率为每2秒1次，能够同时追踪64个目标，并指挥4枚导弹攻击。相比之下，海风眼雷达的侦测能力有所提升，能更好地探测大型舰艇，特别适用于发电量更大的舰艇。例如，玉山舰搭载了由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更大型的海鹰眼雷达，该雷达采用 S 波段主动相控阵设计，探测距离达350公里，对战斗机的探测距离可达200公里。海鹰眼雷达同样采用机械旋转，实现360度扫描，提供2种转速，每分钟15转和30转。低速时侦测距离较远，高速时更新速度更快，它能够同时侦测和追踪500个目标。台湾海军的塔江舰虽然排水量仅为700吨，但装备了16枚海剑2防空导弹、4枚雄3超音速反舰导弹和8枚雄2亚音速反舰导弹，具备强大的火力。预计到2026年，台湾还计划建造10艘类似塔江级的舰艇。此外，玉山级2栖船坞运输舰、康定级巡防舰以及未来的新一代导弹巡航舰也将搭载海剑2导弹。在垂直发射型海剑21导弹的研发过程中，台湾自行开发了自研华阳舰载机垂直发射器。虽然在研发过程中遭遇了不少瓶颈，最终通过引进法国原厂的技术支持，才突破了技术难关。然而，台湾海军仍然担忧一些潜在风险，例如，若导弹在发射时卡在发射器内，
研发单位并没有足够的经验来提供安全排除故障导弹或灭火的解决方案。如果导弹在发射器内爆炸，是否会引发连锁反应，引爆其他导弹，进而威胁到舰艇安全？这些问题尚无法验证。为此，海军要求海剑2导弹能够与外购的 M41垂直发射器兼容。经过多年的谈判，美国在2014年同意向台湾提供 M41垂直发射器，但导弹和发射器的整合测试经历了一番波折，直到2017年，经过一系列调整，改进版海剑2导弹才得以成功测试。军舰在海上作战时，由于无法像飞机那样快速飞回基地进行补给，因此舰上导弹的数量必须根据船体吨位和重心等条件来最大化装载。这意味着舰载防空导弹需要具备紧凑设计，能够有效利用有限的空间。例如，美国的 ESSM 先界海麻雀导弹采用了折叠弹翼设计，使得它可以在一个 M41垂直发射器中装载4枚导弹。此外，像海剑2导弹不仅要求折叠弹翼，还需要在发射后迅速调整飞行方向。早期的垂直发射导弹在升空后通常会爬升到一定高度，以积累速度，让控制翼面产生足够的气流来进行转向，但这个过程需要较长时间，反应速度较慢。因此，像美国的 ESSM 导弹在弹体后部增加了具有向量推力喷嘴或侧向喷嘴的固态火箭推进器，俗称燃气垛，使得导弹在发射后能够迅速转向目标，节省反应时间。燃气垛在燃料耗尽后会被抛弃，以减少重量和阻力。同样，台湾的海剑2导弹也采用了类似设计，通过在尾部增加固态火箭推进器，避免了导弹本身的续航发动机在转向阶段浪费燃料，从而延长了有效射程。舰载垂直发射的导弹还需要解决起始坐标校正的问题，因为舰船的姿态会随海象变化而不断调整，导致导弹发射后的轨迹可能偏离垂直方向。因此，导弹在升空后需要进行基准起始坐标校正，确保射击准确。这一点在陆地发射系统中不成问题。虽然最初台湾陆军对陆射型剑2导弹兴趣不大，但随着对手的军事实力和无人机、导弹数量的快速增长，台湾的防空压力急剧上升，现有的结束防空导弹系统逐渐落后，甚至面临淘汰。因此，陆射剑2导弹系统的研发随之展开。相比舰载型，陆射型系统的研发较为简单，每辆发射车可携带4枚导弹，并且能在卡车底盘上旋转调整发射方向。该防空系统配备了风点雷达，最大射程可达60公里。在2019年阿布扎比防务展上，中山科学研究院展示了陆射剑2防空系统。自2020年起，台湾陆军便开始采购这一系统，计划包括246枚导弹、29套发射载具、6套接站管制系统和6套射控雷达系统，预计6年内完成采购计划。首先将替换结束导弹系统，随后替换鹰式导弹系统。未来，该防空系统和监视系统仍有较大改进空间，升级时也应考虑将 NASAMS 系统的特点纳入改进目标，以提高自研天剑导弹的作战灵活性。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